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故宫以3大殿为中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世界5大宫殿之首。由明朝皇帝朱棣始建，长961米，宽753米，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动用了100万民工，共建了14年，有房屋9999间半。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屋有980座，共计8707间。故宫前部宫殿当时建筑造型要求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太和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4角上各有10只吉祥瑞兽。故宫的设计者认为这样可以显示皇帝的威严，震慑天下。后部内庭却要求深邃紧凑，因此东西6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用天上的星辰与都城规划相对应，以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天帝居住在紫微宫，而人间皇帝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其居所应象征紫微宫以与天地对应。由于封建皇宫在古代属于禁地，常人不能进入，故称为紫禁。明朝初期同外晋园一起统称皇城，大约明朝中晚期与外晋园区分开来，即宫城叫紫禁城，外晋园为皇城。北京原本是燕王朱棣的封地，靖难之役以后，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志刚等奏称，燕京北平是皇帝隆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时开始签发人民以充实北京。永乐4年，明成祖下诏以南京皇宫、南京故宫为蓝本，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朱棣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永乐14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崇祯17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但李自成很快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向陕西撤退前，焚毁紫禁城、锦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薰殿、4周角楼和皇极门未焚，其余建筑全部被毁。5月初2，清军进入北京，紫禁城被清军接管。清朝定鼎北京后，即逐渐展开修复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同时整理出大量的文物。1961年，国务院颁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辟为故宫博物院。截至2019年8月，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186万2690件。21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年接待中外观众600至800万人次。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观众的人数有增无减，可见人们对故宫的兴趣长盛不衰。故宫位于北京城中心，建筑在北京城南北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曲直，左右对称。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3400米的宫墙，形式为一长方形城池，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故宫有4个门，正门明武门，东门明东华门，西门明西华门，北门明神武门。面对北门神武门，有用土石筑成的景山。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故宫南北长约960米，东西宽约750米。故宫内由外朝、内廷2大部分组成。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为两翼，是朝廷举行大典的地方。外朝的后面是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以及东西6宫等，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午门是故宫的正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3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在左右伸出2阙城墙上，建有连延通脊的楼阁4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的殿屋向南伸出，4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组城上的建筑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
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它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后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3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神武门在明朝时为玄武门，玄武为古代4神兽之一。从方位上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主北方，所以帝王宫殿的北宫门多取名玄武。清康熙年间因避讳改称神武门。神武门也是一座城门楼形式，用的最高等级的重檐五殿式屋顶，但它的大殿只有5开间加围廊，没有左右向前伸展的两翼，所以在形制上要比午门低一个等级。神武门是宫内日常出入的门禁。现神武门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太和门是故宫内最大的宫门，也是外朝宫殿的正门。建成于明永乐18年，当时称奉天门。嘉靖41年改称皇极门，清顺治2年改今名。太和门面阔9间，进深3间，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上覆重檐斜山顶，下为汉白玉基座，梁房等构件师以河西彩画。门前列铜狮1对。太和门在明代是御门听政之处，清初的皇帝也曾在太和门听政赐宴，后来御门听政改在乾清门。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18年建成，称奉天殿。嘉靖41年改成皇极殿，清顺治2年改今名，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自建成后屡遭焚毁，又多次重建，今天所见为清代康熙34年重建后的形制。太和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高26.92米，连同台基通高35.05米，为故宫内规模最大的殿宇，檐角安放10个走兽。明清两朝24个皇帝都在太和殿举行盛大典礼，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3大节，皇帝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后，高27米，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为3间，四面出廊，建筑面积580平方米。黄琉璃瓦单檐4角攒尖顶，正中有鎏金宝顶。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皇帝在去太和殿之前，先在此稍作停留，接受内阁大臣和礼部官员行礼，然后进太和殿举行仪式。保和殿也是故宫3大殿之一，在中和殿后。保和殿高29米，平面呈长方形，面阔9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黄琉璃瓦重檐斜山式屋顶，屋顶正中有一条正脊，前后各有2条垂脊，在各条垂脊下部再斜出一条叉脊，连同正脊、垂脊、叉脊共9条，建筑术语上叫斜山式。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乾清门为故宫内廷的正宫门，建于明永乐18年。乾清门面阔5间，进深3间，高约16米，单檐斜山屋顶，坐落在高1.5米的汉白玉石须弥座上，周围环以雕石栏杆。门前3出3阶，中为玉露石，两侧列铜鎏金狮子1对，中开3门。乾清门东为内左门及九卿直房，西边内右门及军机处。乾清门是连接内廷与外朝往来的重要通道，在清代又建为处理政务的场所。清代的御门听政、斋戒、请保洁保等典礼仪式都在乾清门举行。乾清宫是内廷后3宫之一，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明清2代曾因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嘉庆3年所建。乾清宫为黄琉璃瓦重檐5殿顶，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连廊面阔9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自台面至正脊高20余米，檐角直脊9个。殿前宽敞的月台上，左右分别有铜龟、铜鹤、日晷、嘉亮，前设鎏金香炉4座，正中出单壁，结高台甬路，与乾清门相连。乾清宫建筑规模为内廷之首，明代共有14位皇帝曾在此居住。明代乾清宫也曾作为皇帝守丧之处。雍正以后，密建皇储的建储遐存，放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坤宁宫是内廷后3宫之一，始建于明永乐18年，清延明治于顺治2年重修，顺治12年仿沈阳盛京清宁宫再次重修。坤宁宫坐北面南，面阔连廊9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重檐5殿顶。明代是皇后的寝宫，清顺治12年改建后，为萨满教祭神的主要场所。改元明间开门为东次间开门，门的西侧4间设南、北、西3面炕，
作为祭神的场所。清康熙同治、光绪皇帝在此大婚，溥仪结婚也都是在坤宁宫举行。当我们漫步在这座古老的皇城之中，不禁让人感叹岁月的沧桑和文化的沉淀。故宫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希望每一个走进故宫的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和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请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这里是世界，让我们下期再见。